F-22退役的时间可能比我们任何一个人猜测的都要早。火力军所指的并不是美军先退役的33架 F-22，而是全部数量的。火力军也进行了多次推算，来印证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美军可能会在3年内退役全部的 F-22。接下来就听一下火力军拿出来的理由吧。归根结底 ，F-22猛禽是一架战斗机，是一台机器，任何机器都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讲到 F-22将退役，就会有许多人受不了。这些人一直都觉得 F-22最先进，能用上1万年，既不会老化，也不会损坏。然而，一个冷冰冰的事实表明 ，F-22已经逐渐落伍了。当然，这个落伍是放在美军整个体系中来说的。2005年 F-22开始正式服役，服役前又测试了1年半载。最早一批 F-22已经飞了近20年了。最后一架下线的 F-22到现在也有11年了。一架战机的正常寿命大约是20年，时间长了，零部件会老化磨损，能够拥有20年使用寿命的战机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了，都是欧美战机才能做到。像苏俄战机寿命只有10来年。火力军知道有人会提出不同的意见，表示70年代的 F-15、F-16还在各国服役呢，未来还要继续使用，看样子用上70年也不成问题。但这些人都只注意到了型号，而忘记了批次。F-15、F-16每年都有新机下线的。现在还能打仗的 F-15、F-16是10年、8年前造的，最早生产的 F-15、F-16已经报废处理了，或者接近报废的边缘。F-15、F-16服役70年，指的不是一架飞机用70年，而 F-22从2011年之后就再也没有新机了。如果 F-22不停产，持续每年生产几十架，新机还能再飞20多年， F-22自然不会退役。严格意义来说 F-15、F-16也不是老型号，都是 Block 10、Block 20的新后缀。F-16都已经到 Block 70了，这些批次的整体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但内部的设备，比如光电、通信以及雷达等，都进行了非常大的升级。新版的 F-15、F-16的内部设备是非常先进的，所以价格一直居高不下。F-22不但是停产没新机，关键是它还没进行过升级。升级指的是换新雷达、新发动机、新武器以及增加新功能等，然后再给个新编号，比如 F-15A、F-15C、F-15E 以及最新的 F-15EX。F-22严格的讲应该叫 F-22A， 往后没有 F-22B、F-22C、F-22 Block 50，雷达没换，发动机没换，武器没换，座舱头盔都没换，座椅没换，它升的哪门子级？不是换个螺丝、修复软件再刷层新漆就叫升级的，最起码升级一次战机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而 F-22所有的升级都没这效果。不可否认 F-22当年是王者，采用的全是顶级的技术，火力军更是 F-22的忠实粉丝，但再顶尖的技术20年不升级也不先进了。最新款 F-15的雷达比 F-22的好，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F-22依旧非常先进，但在美国人眼里20年不升级不进步，与其他国家持平，但略低于本国其他机型，美军肯定不能忍的。F-22猛禽70年代开始构思，80、90年代研制竞标，2001年定型，所以 F-22服役到现在并不是20年，定型以后都是小修小改，也就是说 F-22在20年前就已经定型了，再也没有大幅度的改动，而这也正是 F-22遭遇困境的原因。从70年代到本世纪初，美国大力研发5代机，在 F-22没有定型之前，许多新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并不成熟，所以 F-22并没有用上。而 F-22定型以后，这些新技术已经成熟了，但已经无法应用在 F-22这个平台上了。机身复合材料、联网、泵式进气道、EODAS、EOTS 这些前沿技术都没有。F-22几乎把自己的预设空间全部堵死，这就导致了如果想把先进的航电塞进去，整个战机内部都需要重新整合设计，这已经不亚于重新设计一款新战机。
换言之 ，F-22猛禽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基本丧失了改进空间，想升级就需要大卸八块，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打造一款新飞机。那么这跟 F-22还有关系吗？而那些已经成熟的技术基本都用在了 F-35身上，所以火力军觉得 F-22的先进只是局部，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5代隐身战机。严格对比后会发现 F-22是一架单挑空战最强战机，但在对地攻击、联网体系作战方面完全不如 F-35。但从技术层面来说 ，F-35确实比 F-22先进，毕竟晚生10年。F-22遇到的困境非常简单，项目定型之后便开始落后，因为美国手里掐着一堆新技术，无法在 F-22身上用。要是没有这些新技术也就没事了， F-22可以继续生产新的，然后进行不断的小升级。但关键是美国许多技术就是在 F-22定型后几年成熟的，所以最后选择直接停产。其实从今年3月份提出的2023财年美国国防预算草案就能看出来端倪。本届预算草案中申请的国防预算总额为7730亿美元，数额上比去年增加307亿美元。但在军费年年高涨的情况下， F-22战斗机却开始退役。虽然 F-35在单机空战方面比不上 F-22，但现如今的空战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远程与超远程空导弹的出现，让现如今的空战距离越来越远，所以飞机自身的机动能力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安装高速信息数据链，利用预警飞机的 SA 数据发射导弹打击目标，甚至还可能出现预警飞机直接引导空导弹进行攻击的战术。到那时，战斗机也只是承担一个导弹发射平台的任务，而美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没有对 F-35的速度要求那么高。毕竟美国发动机技术全球最领先，而且早期 F-22采用的机载航电与火控系统都已经明显过时。最典型的就是2020年美国进行的中程僚机测试， F-35与超级大黄蜂都能顺利接入网络，并指挥中程僚机进行遥控作战，唯独 F-22始终无法接入指挥中程僚机。F-22研发成本接近300亿美元，单价更是高达1.5亿美元，花在 F-22项目上的总投资超过600亿美元。综合算下来，在2005年的时候，一架 F-22的造价达到了2.5亿美元。这个费用就是美国这样可以通过印钞票过日子的国家看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当初美国空军原计划是打算用262亿美元订购750架 F-22，1990年改为648架，1996年减至339架。2008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美国自然也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多个高价格项目被砍，也维持不了更多的 F-22采购和维修成本，最终共采购187架量产型。在美国量产 F-22的时期，也正是美国综合国力最强大的时期。但因为 F-22自身困境，导致生产线直接被拆除，使得每一架 F-22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缺乏足够的数量支持， F-22严重缺少零备件，不但影响战机的正常飞行训练，也让 F-22的维修成本居高不下。譬如一架2018年意外损坏的 F-22，直到今年才能够完全修复并恢复使用。损坏一架需要4年修复，这种维修保养效率也决定了 F-22在美军眼里并不可靠，所以还不如尽快退役，然后选择更加可靠的 F-35替代。正是由于 F-22数量有限，且难以进行后勤维护和保养，所以对美军而言，不如直接退役封存一部分，作为现役 F-22的备件仓库。等这33架作为备件的 F-22被拆得差不离儿的时候，剩余的 F-22大概也到了退役期，可以直接退役了。这样既保证了 F-22机群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又不至于花费太多。但按照目前美军 F-22的妥善率来看，这个时间可能来得会更早一些。由于技术的发展， F-35有了更多时代赋予的资本。
比如隐身方面，从外形看来 F-35 确实不如 F-22， 身材臃肿，满身疙瘩，雷达反射面积大。F-22 作为第一款隐身战机，平常需要耗费巨大的恒温机库。F-22 所采用的涂层是一种纳米级别的纤维材料，问题就在于这种涂层类似于毛刷，需要垂直战斗机的表面才可以做到隐身的效果。也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导致隐身涂层很容易脱落，这也让 F-22 更加的金贵，需要进去恒温的湿度以及温度的环境，才可以保证涂层不会出现脱落的情况。也就是说 F-22 只是停在那儿，每天都是大笔大笔的钱。而 F-35 就不一样了，洛马公司对其重新设计了涂层，将刷子涂层更换为了华夫饼型涂层，使得 F-35 不需要像 F-22 那么的金贵，任凭海风吹都无所谓，可以说是经济又实惠，大大提高了 F-35 的出勤率，并提高了隐身性能的完备率，不容易像 F-22 一样蒙皮龟裂暴露行踪。对于 F-22 来说，最重要的是隐身和超音速巡航，而 F-35 最重要的性能是超信息感知能力。它的雷达电子设备远比 F-22 更先进，什么 EOTS、EODAS 如同给飞机装上了火眼金睛。作战时 F-35 可以首先清除战争迷雾，开天眼，相比在黑暗中摸索的 F-22 具有更多先发制人的时机。而且 F-35 还具备超信息感知能力的优势，可以让数架 F-35 通过数据链频繁联络，形成多打一的局面，并随时在局部形成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要知道 F-35 的产量预计将达到数千架，是 F-22 服役规模的好几倍。不仅如此， F-35 还可以与太空卫星、地面武器以及海中舰艇联动，甚至可以充当这些作战平台的指挥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看不上的就是 F-35 没有超音速巡航能力，但在多次航展中 F-35 所表现出来的机动性虽然比不上 F-22， 但相较于四代机已经好太多了。而且 F-35 的研发理念就不是以速度和机动能力取胜的战机， F-35 强调的一直都是多用途。以当前的技术和战斗机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在多用途打击、隐身以及机动性和速度上做到面面俱到。为了实现隐身加多用途， F-35 确实在机动和速度上有一些取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F-35 存在很大弱点。实际上 F-35 取胜法宝是先进的航电系统，并且 F-35 还曾测试过非典型的超音速飞行能力。目前通用与普惠正在研制6代机发动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技术指标就是要限制发动机的尺寸，以便能塞进 F-35 的机体中。未来 F-35 一旦换装6代机的发动机，超音速巡航就不再是梦了。最为关键的是 F-35 足够便宜呀。虽然卖给其他国家动辄1-2亿美元，但美军内部采购只需要几千万美元，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降价。F-35B 与 F-35C 这两种型号贵一点，但数千架的产量足以摊薄成本，让他们的单价控制在1亿美元以内。F-151X 还需要1亿多美元呢。目前的 F-35量产工作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其产量也由早期的每年几十架提高到了目前的年产量超过150架。现阶段已经有8支空中力量将 F-35投入实战化行动，包括美国空军、美国海军、美国海军陆战队、以色列空军、英国空军、意大利空军、挪威空军以及荷兰空军。在印太地区就有2个国家装备了 F-35，分别是日本与韩国，装备数量近100架。火力军推测 F-22 在3年内全部退役，不是说飞机本身不好，而是美国整体国防战略的变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军虽然规划退役大量现役战机，但在2023年财年报告中大幅增加了采购费用。不难看出，美军在退役老旧装备的同时，也在同步采购大批新式装备。总体来看，美军的规模变化不大，而战斗力却会因为大量新式装备的列装，进而得到大幅提升。
而且 F-22退役后也不是直接拉进工厂进行拆解，而是会进行封存。美国各类军机退役之后有几种处理方式，其中大部分都是被运往了飞机坟场。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戴维斯蒙山空军基地就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飞机坟场，占地2600英亩，封存4000多架飞机，价值超过350亿美元，储存了美军绝大多数的退役飞机。虽然叫做飞机坟场，但是美军对于这些飞机是经过处理的，众多的飞机被特殊的材料覆盖住口盖等部位。根据美军的规定，这些飞机在经过维护之后是可以再次投入现役的。进入21世纪，美国空军陆续重新启用一批封存战机，还将一些战机转售变现。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仅仅封存的飞机就足以对抗俄罗斯空天军。这座飞机坟场除了没有 F-22、F-35 隐形战斗机以外，各型先进四代机应有尽有。另外还有大批的 B-52 战略轰炸机、C-5 战略运输机、C-17 大型军用运输机、C-130 大力神中型战术运输机、KC-135 大型空中加油机、P-3C 海上反潜巡逻机、E-3望楼空中预警机等，包括 F-14 熊猫战斗机也可以在飞机坟场见到。美国出口巴基斯坦的 F-16 战斗机，轰炸阿富汗的 B-52 战略轰炸机，都是从飞机坟场中扒出来的垃圾。但即便是这些垃圾，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抢着要。如果美国解封这里的飞机，不多说，就解封个100-200架 F-16 战斗机，俄乌战场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海马斯都搅得俄军不得安宁，一架 F-16还不得让俄军喝多少伏特加都压不了惊。所以按照火力军的推测， F-22退役之后肯定不能拉出去拆了，毕竟太贵了，扔到飞机坟场是最好的选择。需要的时候还可以解封一部分，剩下的充当零配件。而6代机也要来了，作为全球第一款5代机， F-22自身的使命基本完成了。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你们觉得火力军的推测有可能成真吗？关于 F-22的退役，各位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